Hello， 下班大家好，我是麦帅。麦帅哥今天呢来到了奈良的唐招提寺。大家一听到这个唐开头的寺庙呢，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鉴真和尚呢，他就是带着佛法还有建筑技术呢东渡日本，然后来建立的一个寺庙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进去呢，人家说如果要看中国就是唐朝的建筑啊，是哪里可以看到吗？其实就是在日本的京都跟奈良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就正是遣唐使最多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从唐朝带回了很多建筑技术，然后在这里盖了很多的寺庙跟建筑物。唐朝建筑物呢，在日本的京都跟奈良得以重现，那反而是在内地的西安啊，或者是洛阳啊，因为战火的原因，其实基本上很难找到唐朝时候的建筑物了。好，那现在麦寿哥，我们就进去看看。哇，这个唐招提寺，它其实全部是一个木造建筑。不过在这个寺庙里面呢，是没办法拍摄，我只能在外面拍它的外观。但是大家光看到这个木造结构建筑能够如此的宏伟，哇塞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以前的唐朝的皇宫可能就是像这样。我们在影视作品里面，不是都会有一些像三国啊、新三国，如果要做到天子的这个宫殿啊，外面就是会类似这样的建筑物的外观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好，大家看麦帅哥的视频有个好处，麦帅哥呢会从头到尾不厌其烦的把全部的风景呈现给大家。那你看了麦帅哥的视频呢，就等于亲自来玩了一遍。这是他的正殿，它中间也是比卢遮那佛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木头的结构，全部都是木头的插销和木头的屋檐。哇，这个寺庙在奈良里面是非常的小众啊。我们今天过来，除了我们以外，还没看到超过10个人。这是在正殿后面的另外一个大殿。哦，这边是一个讲堂。哇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寺庙的外观，很难想象这是唐朝时期就已经设计盖好的房子。中间不知道有没有重建，但是这个形制呢是完全跟唐朝是一模一样的，从唐朝学习过来的建筑技术。这么亲近的寺庙都没有人来，好可惜哦。那应该是不会动的假的吧？屏障太冷了，我冻住了，整个停格。这里后面呢有一个我刚才说的鉴真和尚法师，他的墓还有他的造像，右边是他的墓，左边是他的造像。我们过去他的墓看看。当时在古代能够念经书的人，其实他的出身呢都是世家的子弟。因为那时候的人，你连工作都来不及的，根本不可能念书。遑论是念到佛经。所以呢，当时鉴真和尚从唐朝来到这边，因为他以前饱读经书嘛，之外呢，他学习了一些唐代的建筑技术，所以就把佛法跟这个建筑技术传扬到这个东洋过来。哇，这个地胎好漂亮哦，苔藓。哇，好庄严的陵墓哦！
这个陵墓后面呢，其实大家看它上面其实是一个塔的一个形状，所以其实塔呢，在中国代表的就是坟墓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开山堂。开山堂意思可能就是一开始最原始的那个建筑物吧。好的，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呢就完成了这个唐招提寺的参观了。然后等一下呢，麦帅哥会再去到附近一个也是很近的一个寺庙，叫做药师寺，也是世界遗产之一。好，走 ，Go！ 好，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现在就来到了药师寺，距离刚才唐招提寺呢，只有开车大概2公里，其实走路过来完全是可以的，大概走路是1公里左右吧。好，他这一开始进门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哦，那看这是厕所，那看厕所是怎么写的，善男子善女人呢？但是呢，麦帅哥跟大家分享一个善男子善女人，其实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善良的男人或善良的女人。所谓善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在修行人，你有正确的观念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呢，见诸相非相，即现如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成为善男人、善女人。药师寺有一个1300年前的东塔跟西塔，那有其中一个塔呢，因为以前着火烧掉了，所以只有一个塔是真正1300年前的。那这个也是列入世界遗产之一。这是它的前面的一个，应该是一个神社。好，神社怎么分呢？就是有一个鸟居，因为鸟居里面就是神住的地方。佛教寺院呢，它是不会有鸟居的。在这个寺庙旁边有一个人行走的交流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图。我们现在是在这边，那么到南门进去。哦，它也是一个金堂，一个大讲堂哎。然后这有个东塔跟一个西塔。这最上面有一个玄奘大师的纪念塔，所以呢，刚才在他的门口呢就写了法相宗，法相宗的始祖呢就是我们的玄奘法师。好吧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里呢就是药师寺的大门了，它经过一个小桥。法相宗大本营，世界遗产。好，这里是西国49药师林场第一番所。就是可以理解为最大的药师寺吧。好，麦帅哥就进来了药师寺的大门了，一样左右两边有一个护法伽蓝。一般的佛教寺院呢，它在入门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个伽蓝。哇，真的在日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就价值了。来，我看哪一个是1300年前的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塔呢，其实它是只有3重塔，但是你看起来它是6重塔，因为3重塔是这主要这3个，然后它在中间呢做了一个也不知道观景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看起来会是像是6重的，不知道这个是新的还是后面那个是新的。哦，那这个是新的，因为这个已经烧坏了，所以它的旁边有个金铜制的木头。然后我们来看真正1300年前的东塔，看东塔完全是木头的，没有金属的装饰。来到这个金堂的背后。这是后面的讲堂，一样都是木造结构的，只不过这是新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木头前面都有一些铜的装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的药师寺的后面玄奘三藏院。好，这里就写了玄奘法师就是我们的法相宗的祖师。大家知道佛教呢，它有一个8宗嘛，比如法相宗啊，
然后华严宗啊，那个玄奘大师呢，就是法相宗的开山祖师。这个是一个给人家抄经的一个教室。哇，这里有个中国的石碑耶，全部写中文。这个就是玄奘三藏院。来这边看了这个寺庙之后，觉得哇塞，有幸能够看到或者想象这个大唐的寺庙或者宫殿的形制非常好。其实这两个寺庙呢，在奈良属于比较小众的寺庙。麦帅哥之前来之前找这个攻略啊，其实也很少人提到这两个寺庙。好，但是大家可以看。几乎没什么游客，可能一天10来个人吧。不过呢，大人的入场券呢，就是要买门票的，一个人是1000块日币，所以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如果说有小朋友，像第二个药师寺呢，麦丽我就没让他进来了，因为他没什么兴趣，就不用再买这个门票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两个寺庙介绍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了下个行程。我看到这只炸虾吗？哇塞，这是他们店的招牌，这么大只。听说是奈良这边最好的炸猪排。猪排有一半都是肥的，超好吃的。普通的定时的猪排，大家看，全部都是瘦肉的，也很好吃哎。哦。哇，一口下去大满足啊！这里离东大寺的奈良公园大概只有100米的距离，但是离东大寺可能还要700-800米。赞！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